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奥波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电视。还记得去年我帮长辈换了一台 Mini LED 的电视，现在新工作室装的是 OLED， 两台电视呢都已经用了一阵子，我就想说刚好都是飞利浦的同一个牌子，可以来跟大家拍一支影片分享 Mini LED 还有 OLED 实际使用起来的差别还有比较。我的工作室呢是16平的川字小宅，实际沙发到电视的距离大概是285，客厅到电视墙距离大概是290公分，因为我请木工帮我搭了一个木做电视墙，在宽度比较有限的状况之下，电视最大就只能放55寸，而且我还请木工帮我内挖了一个可以放壁挂架还有收纳线的洞。小宅嘛，空间有限，希望呢电视可以尽量贴着墙壁，所以呢我想要选那种超薄的电视，加上这里是暗厅，也是选电视面板考量点。爬文一阵子之后，我就觉得画框电视真的很漂亮，可是好贵，最后我就决定选有 Ambilight 飞利浦55寸 OLED 电视。想买电视的人记得看到最后有彩蛋哦。那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吧。去年呢，我帮长辈换的是飞利浦65寸的 Mini LED，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 CP 值超高，它有超炫炮的 Ambilight， 这点呢很吸引我们。现在挑选电视，硬体需求是基本的，连家里70岁的长辈他都要指定。不要65寸的 Google TV Mini LED， 一定要4K 吗？一定要的。软体部分呢，长辈特别指定一定要有 Google TV。Google TV 的功能比较好。其实呢，我的需求跟长辈基本相同，但是因为我这次是装在工作室，所以呢对成像的要求更高。最后呢决定选 OLED 面板。电视终于来了，超细的金属材质边框，超薄的面板，我觉得质感很不错。这次呢有加钱请师傅帮忙壁挂，因为原本的基本安装只有桌上型安装，我做的电视墙比较薄，所以在壁挂的时候出了一点状况。如果跟我一样是木做的电视墙，壁挂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提醒师傅安装螺丝的长度。我踩过的坑大家就不要再踩了，宁愿多锁几个短螺丝，也不要把电视墙钻爆。电视的线孔在左侧，原厂附的电源线呢是直的，因为我想要更贴墙，所以我在虾皮就买了一个弯头，缩短面板和电视墙的距离。出声喇叭在背后，像9109一样有40瓦的扬声器，但是这台 OLED 809它多了单体30瓦的低音喇叭，呈现更全面的声场。我觉得实际试听之后，和长辈的那台 Mini LED 9109相比，声音还是听得出差别。这台809的重低音很明显，视听感受也比较好。如果你是对音质很要求的人，安装 Soundbar 当然可以再升级你的视听感受。但是我目前还没有买 Soundbar， 重低音加上电视极致贴墙，在看一些谈话节目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觉得声音好像有一点闷，想要让声音更立体。在看那种音效比较平的影片的时候，我是建议可以把壁挂架稍微拉出来一些，电视呢不要这么靠墙，它的声音会更清晰。遥控器的部分和长辈的9109一样，有语音功能，也有常用的 App 快捷键。打开脑筋急转弯。但是这个遥控器就比较平面，我觉得有一点容易误触。不过没有关系 ，Google TV 的优势就是这个，可以用手机控制。那这个我们后面再说。开机马上就可以看到超炫炮的 Ambilight。接着呢就是电视的设定，声音部分像 Soundbar 使用前的设置那样，它会发声侦测环境，依照你整个客厅的环境，营造出环绕音场。实现不买Soundbar也可以享受立体环绕的声音效果。9109和809一样都有支援 DTS Play5， 可以用 WiFi 连接一些设备，像音响等等，将声音延伸到家里的各个区域。最后呢，我决定要选飞利浦，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前进光，这个呢是飞利浦独家的 Ambilight， 别的品牌没有哦，很像国外 Deck Setup 那种流行的很科技感的配置，视觉氛围超级加分。透过 AI 运算，让色彩随画面或是随着音乐变化。内建最大的优点就是情境光的变化不会延迟，不像其他用蓝牙连线的，除了要花钱买以外，还会有一点 lag， 我觉得延迟还蛮影响视听品质的。
制定情境有标准运动音乐等等，能手动选择，也可以让它自动切换。气氛光呢有延伸电视的效果，让电视感觉更放大，我觉得很酷，很有气氛。尤其是追剧啊、看比赛，甚至追白沙屯妈祖都更有临场感，连小孩看到都特别兴奋欸。即使啊现在用的是55寸的电视，小宅呢也能享受到很好的视听效果。哎，如果我的电视墙可以再更大片，效果一定更好。现在设备和软体都很需要 AI， 这台809和9109一样，都有结合 AI。除了增加灯光效果，还有一个就是优化影像处理的部分。虽然9109的 Mini LED 技术和 OLED 面板的画质呈现还是有些许差距，9109啊透过 AI 技术让 Mini LED 的成像更清晰 ，CP 值很高。详细的9109开箱可以看这支影片。如果有预算的话，当然 OLED 的画质会更好，毕竟 Mini LED 和 OLED 面板的等级不同，还是存在有一些价差的。还好我这次是买小宅，买55寸就好，不用选到65寸。所以呢，这次选 OLED 面板也有在预算内。选电视，像我这种入门者都知道，黑色的部分呈现的清不清楚，你就知道这台电视的等级如何。画面黑的部分可以看清楚，这点呢，对于鬼片爱好者这种追剧仔来说很重要。用过以前的 LCD 电视就知道，常常啊你在看鬼片就是一团黑，根本不知道他在演什么。黑色的部分线条和动态要够清晰，才称得上是有科技感的电视。虽然啊9109的画面我觉得已经算蛮清晰的，但是啊对于追求那种极致黑的人来说，一定要选 OLED。飞利浦有独家的 P5 影像处理器，他们采用先进的 AI 深度学习演算法，及时的分析啊优化影像中的各种元素，可以让景物的纹理和人物的特征更加细腻，而且更鲜明。像我的工作室是暗厅，看电视的时候对面板的要求就更高，在光线不足的环境 ，OLED 的成像依然是很清晰。在我每次上传 YouTube 影片前，尤其是我的旅游影片都是4K 的，我会用电视去检查影片。我也很常看电影啊、一些风景片啊、科幻片等等。综合这种呢，我觉得我这个工作室就比较适合用 OLED， 加上55寸就在预算内，65寸就太小。这台呢是 OLED EX 技术，比起 OLED 它有更高的发光率，而且呢它可以降低20%的耗电。809的画面细节和亮度都有感升级，可以呈现更多影像细节。不过啊，每个人的眼睛感受还是有一些落差。我建议啊，在买电视之前，像我都会习惯去卖场试看久一点，稍微感受一下。一定有人要问 ，OLED 面板是自体发光的，会不会很容易坏掉，寿命很短？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的 ，OLED 面板会有烙印问题。809有黑科技，它会自动侦测画面中固定的 logo 和图片，像是啊我的频道影片。左上方都会有一个奥博的 logo， 或是一些新闻的标题，甚至啊，像你拿电视来打游戏，底下有时候会有一条的斜棒，那个协调啊，或是新闻的标题啊、logo 等等的，看久它很容易会残留在面板上。但是 OLED EX 面板，它会透过黑科技自动侦测，降低 OLED 面板的烙印几率，减少面板的消耗，延长寿命。你也可以每年打开这个功能，消除残留影像，保养萤幕。OLED EX 科技面板让画面的暗部展现更精细的色阶，做到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。尤其呢是像我很喜欢看鬼片或是太空片这种常常有比较黑的画面，更能凸显 OLED 面板的优势，再黑都看得见。现在啊，不管我是躺在沙发追剧，或是呢有时候我懒得拉开壁挂架，坐在餐桌侧面看电视，不管呢从正面看、侧面看，画面都是一样清晰。809和9109一样，都有杜比的双认证，剧院等级的影音效果。现在连 YouTube 拍影片，很多人都是拍4K 了。我觉得4K 电视的需求真的越来越普遍，4K 的清晰度很明显，人脸上的细节很清楚，痘痘啊或是皱纹都可以看得到。现在使用809 OLED 在工作室检查影片，或是啊家人小孩来看电视追剧，都用得很开心。满意的声音和画质搭配超加分的情境光。再来我要分享也很重要的就是软体，9109和809都有支援 Google TV。9109的开箱影片就有提到 ，Google TV 的特色就是账号登录之后就可以整合平常你所使用的内容，有一些个人化的推荐，每个平台的新内容，或是之前账号没有看完的影片，让长辈啊，或是常常有找片困难的人使用起来更方便、更上手。一个 Google 的账号可以在不同的装置都能做同步，电视内建 Google TV 操作非常顺畅，不会卡顿。在9109这台之前，长辈用的是那种 LCD 电视，每次要开 Disney Plus 都很累，现在用的很顺，完全不会卡顿。而且呢，还可以和手机连线，手机就是你的遥控器，就像前面讲的遥控器会误触的这部分，有了这个就不是问题了。手机就是遥控器，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，就是可以当滑鼠和键盘，可以直接打字，就不用像之前拿遥控器在荧幕上选很久。不管是要打
打账号秘密，或是你想要搜寻内容，甚至呢看 YouTube 留言，都可以直接同步的使用。它可以打字哎，你看它可以当键盘。我要看《灌篮高手》。直接说《灌篮高手》，它就会自动播放。里面呢还可以下载超多 App， 你习惯使用的软体也可以在电视上使用。例如下载三足股市，用这么大的荧幕看股票，不是电视后面那种股票台哦，用自己手机同步账号，自己的选股清单，真的是超方便的。Google TV 中能下载的 App， 你都可以这样同步使用。因为呢，在我买这台809的时候，它刚出没多久，然后一拿到电视，我就想说，奇怪，为什么我不能看 Hami Video？ 完全找不到，我都花钱订阅了，竟然不能看。于是呢，我就去问了飞利浦的官方，没想到没多久之后，软体更新，竟然 App 就出现了，有在回应客户问题和需求的客服，真的觉得让人买了比较安心，不会已读不回，也不会已读乱回，我觉得这点很赞。加上它有3年的保护，专人到府收送。如果说电视真的坏掉，不用再担心自己送修很麻烦，我觉得这点呢也很不错。我还发现了它有和特斯拉一样的游戏，用蓝牙连接摇杆就可以开始玩。这台呢跟9109一样是 AI 游戏电视，而且 OLED 不会延迟，这点很适合高阶的游戏玩家。AI 动态对比度调整技术，增强了画面的层次感还有立体感。家里有 PS5 或是 Switch 的人，玩起来很过瘾，而且画面毫不马虎。加上它有背后那个 MB Light， 更有临场感。现在这台809我是放在工作室，所以我更常会用到 AirPlay 的功能，用55寸的 OLED 剪影片，4K 影片画面很大很清楚。主要呢是我觉得投影很方便，不用像外接荧幕那样要接线，而且呢它 AirPlay 连线很快，不太会延迟。通常呢大家都是用 AirPlay 来分享照片或者是影片，我就是比较奇怪，我用来剪影片。最后经过这几个月的 OLED 还有长辈家的 Mini LED， 整个体验算是很深度的使用之后，想要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。打开网徽。正在打开网飞。9109的部分，以 Mini LED 来说，我觉得价格不算高，但是规格很旗舰。家人呢用到现在，每个成员都很满意。这台809，我觉得就更适合拿来工作室使用，用起来呢也很喜欢。现在市面上有支援 Google TV 的品牌，其实选择没有很多，但是飞利浦这2台都有支援，我觉得很方便。Google TV 的界面操作，我觉得很人性化。2台呢都是 AI 升级的电视，影像处理更细致鲜明 ，AI 结合 MB Light， 超强的气氛营造，不管是看比赛啊、看电影啊、追剧啊，甚至唱歌都很加分。飞利浦大家的印象就是电视的价格很有竞争力，这2台呢都算是各个品牌的同级面板之中，我觉得比较入门也相对轻松好入手的选择。如果是家里的长辈或是一般家庭使用，会看新闻啊、看一些甜宠剧啊之类的，其实呢我自己是觉得 Mini LED 9109那一台就很够用，娱乐视听功能都很不错，而且加上9109跟809一样都有标榜是 AI 游戏电视，所以说如果会在家里用电视玩游戏的人，我觉得也蛮适合的，玩起来超爽。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常看4K 影片，一些鬼片啊、太空片等等，有高画质的需求，或是呢你跟我工作室一样，客厅是属于那种采光比较差的暗厅，小宅啊有这种暗厅的状况其实蛮多的。在这种光线不足的状况下，你还是希望可以有比较清晰的影像呈现，例如说像是剪片的工作室啊等等，这样子的人呢就更适合买 OLED。不过 OLED 就是预算要稍微再拉高一些，大部分的人来说应该都是一般家庭的使用。9109 Mini LED 那台旗舰机 CP 值呢绝对是最高的，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分享这次的好康活动。去年开箱9109后，有买到的大家回馈满满，飞利浦原厂再次提供给观众9109和809的快闪优惠，这次还加送森把，但一样担心太甜的价格会打乱市场，所以这次的价钱和上次一样，要登入会员才能显示。如果你刚好搬新家，又或是想换电视，或是你家里的电视刚好坏掉了，可以把握这次的限时优惠，不用再到各大通路比价咯。我会把资讯放在说明栏，也可以到我的 IG 去看看，欢迎私讯 IG， 我会给你优惠代码，输入代码才能看到最杀的价格哦。最后呢，来跟大家说说，我觉得9109 Mini LED 和809 OLED 我用起来的差异在哪？以我的眼睛来说，说实话，我觉得差异没有到很大。但是呢，一定会有人问 ，OLED 比较贵，它到底是贵在哪？有没有这价值？我们就先不论要用仪器才可以测得的那些数字，纯粹呢就以我个人的眼睛感受来说，我觉得呢有3点吧。第一个就是像我常常上传4K 影片，在这之前我会用电视检查影片 ，OLED 确实细节就看得更清楚。比如说，我就发现为什么最近多了什么皱纹啊、有痘痘之类的，这都看得很清楚。第二个就是明显的黑色部分，比如说像我看鬼片啊，或是我很喜欢看那种太空片，黑色部分就是更清晰，尤其是关灯看的时候，黑色更明显。再来就是809，因为它有重低音响，声音效果有好一些，但是我觉得差别没有到非常大，就是那个重低音的感觉，
听得出来。第三个就是 Mini LED 9109，你在正面看跟侧面看，很明显就是在正面直看的时候，它画面是比较清晰的。但是呢，我工作室这台809 OLED， 它很明显哦，我躺在沙发正面看，或是我在餐桌上侧面看，它画面都是一样清楚，没有色偏和色衰的问题。当然，这就是 OLED 面板的技术。我觉得这3点大概是比较大的差别。当然呢，就像我开箱影片讲的，就是各有好坏。再来，我要来回答一个，因为我很常开箱家电嘛，常常就会有人私讯问我，或是在 YouTube 底下留言，他会问说为什么我家人家、我家或是工作室没有选一样的家电，比如说为什么都不用9109，洗衣机为什么不用同一个牌子的？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我在选家电的时候，我主要还是看我当时这个空间或是我家人空间他们的生活习惯啊，加上当然是还有预算分配啊，依照这些东西去评估我觉得比较适合的东西。比如说像我工作室就没有像我家这么大嘛，然后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厨房，它是开放式的。厨房家电当然这个选择就会也不太一样，挑家电这个东西就没有一定的好坏，就大家选适合自己的东西。而且啊，现在家电的速度其实更新的很快，像电视这种东西啊，每年其实都还出新的。以我来说，满足所有的期待状况下，我当然是挑 CP 值最高。不然呢，就像我家一样，我现在呢，其实客厅还是用着5年前买的那台电视，甚至它没有4K。可是我那时候买的，我也觉得没有很便宜。然后它现在没有换，虽然眼睛看得很痛苦，没有4K， 可是我又舍不得换。尤其是我现在这边装了 OLED， 在回家追剧的时候，我想说，这画面好像真的快不行了。再加上现在其实在选设备，对数位装置的需求越来越高。开摄影棚电视，我工作室跟我家一样，我都有装智慧的居家控制，所以即使是像我家现在还用着很旧的电视，它也是可以透过那个装置去联网。开电视，我觉得很推荐大家装，这样子呢，你就可以出一张嘴就好。看影片的你现在家里用的是什么样的电视呢？希望这次的电视开箱可以给正在选电视的人一些参考。我是奥波，喜欢影片可以订阅频道，或是帮我按个赞，分享给需要买家电电视的朋友。有任何电视相关的建议，也欢迎大家底下留言，或是啊，你也可以到 IG 私讯我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